近年来，高层住宅外立面脱落现象屡见不鲜。外立面脱落其实指的是外墙保温系统的部分或整体脱落。据统计，2017年到2020年全国公开报道的外墙保温系统质量事故已累计超过1800余起，130余人被砸伤，38人死亡。外墙外保温系统是一种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与基层墙体采用粘接方式固定，并辅以铆栓加固的保温系统，在节能建筑中应用较为广泛，也是影响建筑能耗的关键因素。它可以缓冲因温度变化导致结构变形产生的应力，避免雨、雪、冻、熔、干以及湿循环造成结构破坏，减少空气中有害气体和紫外线对维护结构的侵蚀，有效提高主体结构的耐久性，减少长期维护费用。过去几年，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普遍做法是用保温材料、粘接砂浆、铆栓、抹面砂浆、玻纤网以及饰面材料组成的多层复合结构。其中，保温材料主要包括膜塑聚苯板、己塑聚苯板、硬泡聚氨酯板、酚醛泡沫板等，而饰面砖为系统的最外层。一旦这种多层结构之间的粘接失效，就可能导致外墙饰面砖脱落，甚至外保温系统整体脱落，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造成外墙外保温系统多层结构间粘接失效形成脱落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可以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气候环境是影响最大的自然因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相差悬殊，因此各地建筑的节能设计都有对应不同的做法。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将中国划分为7个主气候区，不同地区受到太阳辐射、昼夜及季节温差、雨水侵蚀、大风、空气湿度等因素的影响，温度应力、冻熔循环和风压会不同程度加速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劣化。夏热冬冷地区受温度应力影响最为明显。因不同材料的热稳定性差异，在经历长时间反复剧烈温差后，保温材料会因温度应力作用发生变形、面层开裂甚至脱落。冬季寒冷地区，由于冻熔循环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所谓冻熔循环，是指冬季或夜晚，室内水分和水汽由墙面向室外迁移受阻，水汽在负温区冻结，到春天或白天温度升高时，冻结的水汽融化。这样多次冻熔循环的水汽会在外保温系统内部发生体积变化。沿海、平原和高海拔纬度地区则更易受到风压的影响，且离地高度越大，影响越强。建筑迎风面受到由外保温系统向基层的推力为正风压力，正风压力作用于外保温系统上，会使保温板弯曲变形，挤压保温板与基层的粘接点。侧风面和背风面受到由基层向外保温系统的推力为负风压力。负风压力对保温系统由自空腔向外保温系统的推力，当负风压大于胶粘剂与基层、胶粘剂与保温板粘接力时，外保温系统就会出现脱落。人为因素则和材料及施工密切相关。如果选择的面砖吸水率过大，选择的保温材料不适合所处的建筑气候区特征，或者面砖与保温材料之间、保温材料与基层之间导热系数相差过大，都可能让材料因温差变形和干湿缩胀产生不同程度的位移，使粘接砂浆产生裂缝和空鼓，导致粘接强度下降，直至失效脱落。由于饰面砖和砂浆自重较大，因此粘接砂浆本身的粘接强度和抗拉伸强度也是保证外墙保温系统结构稳定的关键。根据抹灰砂浆技术规程和建筑工程饰面砖粘接强度检验标准的技术要求，饰面砖的粘接强度不应小于 0.4 兆帕，水泥抹灰砂浆拉伸粘接强度不应小于 0.2 兆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水泥砂浆无法稳定地达到强度要求，2021年12月发布的相关规范明文禁止使用现场水泥拌砂浆粘贴外墙面砖，提出用水泥及粘接材料代替水泥砂浆。当然，即使严格筛选材料，如果施工不规范，也会导致外墙饰面砖脱落现象的发生。根据抹灰砂浆技术规程和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的技术要求，
粘贴砂浆施工前应清理并浇水润湿基层。保温板与基层的有效粘贴面积不小于保温板面积的 40%， 并用铆栓固定。保温板外层应满铺玻纤网后用砂浆抹面。施工时宜自上而下粘贴饰面，粘贴时宜在饰面材料背面满刮粘接材料，从而避免饰面粘贴的空鼓、不均匀现象。粘贴饰面后应填缝并清理表面，要求填缝无空鼓，面砖无破损，以防粘贴层受雨水、微生物等的渗透。基层表面处理不当、施工顺序错误、粘接材料不饱满、铆栓数量不足、填缝不充分等施工问题，都会为日后外墙面砖脱落埋下隐患。此外，在建筑使用过程中，随意在外立面加装防盗网、晒衣架、空调外机，甚至广告牌，安装时野蛮施工，随意钻孔等不当行为，也会给外墙饰面层增加荷载，破坏原有的粘接强度，增加外墙饰面砖脱落风险。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外墙砖脱落，必须严格按照工程建设规范标准施工验收，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工艺，如新型复合材料，装配式一体化墙板，龙骨脱化装配式安装工艺等。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置防护结构，如防护网、挑檐、雨棚和在外墙下方周边区域设置绿化带或群防等，来防止脱落物造成破坏。对于既有建筑，应根据使用年限对外墙外保温系统进行周期性检查。在局部检查中，可使用敲击法和探地雷达法等检测手段；而在大面积检查时，可运用视觉检测、红外热成像、三维激光扫描等检测技术，及时发现裂缝、空鼓等隐蔽缺陷，进行修缮处理，避免外立面违规安装对外墙外保温系统造成二次破坏。最后，友情提醒高层建筑的业主和用户，加强对物业管理部门定期检查执行情况的监督，防患于未然。